想长寿就早上坚持锻炼。一生3个害人的运动，很多人都在做。早上在公园，李老先生大步走向他的老友们，笑着说：“今天咱们来试试快步走，换换风格怎么样？”大家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跟着他开始了新尝试。一开始气氛挺好，大家都觉得新鲜。但没多久，李老先生就感觉膝盖酸痛，呼吸也渐渐困难，看着大家一个个累得直喘气，他意识到可能选错了方式。事后，李老先生转而尝试了太极，发现这样温和的运动更适合他们。他对朋友们说：“咱们老了，是不是应该选择些轻松的运动，既能活动筋骨又不伤身体呢？”李老先生的健康之路。李老先生一直是社区公园晨练小组的中心人物，每天清晨5点半，不管春夏秋冬，他都是第一个到达公园的。公园里的老朋友们都习惯了他的存在，他不仅是他们的晨练伙伴，更像是一位无声的领导者。这天的天气格外清新，李老先生像往常一样，挺着胸膛，迈开大步走进公园。他的步伐坚定而有力，尽管年岁已高，但他总是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早啊，张阿姨，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试试快步走怎么样？李老先生朝固定晨练的张阿姨招呼道。张阿姨微笑着点头，尽管对新尝试有些担忧，但她知道反对李老先生往往没什么用。李老先生对于锻炼总有种天然的热情和信念，他认为只有不断尝试新的锻炼方式，才能更好的维护身体健康。于是，一群老人在李老先生的带领下开始了快步走。起初，大家都兴致勃勃，感受着不同于平常的锻炼方式带来的新鲜感。然而，不久后问题开始出现。李老先生本以为快步走只不过是走得快一些，对身体的负担不会太大，但他低估了这种运动对老年人的影响。快步走虽然能够加强心肺功能，但对于关节和肌肉的压力也相当大。不一会儿，李老先生就感到双膝开始发酸，呼吸也渐渐急促。公园的小路上，他的步伐慢了下来，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周围的朋友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张阿姨更是因为呼吸困难而停下了脚步。张阿姨气喘吁吁地对李老先生说：“李先生，我们还是慢一点吧，这样下去对我们身体不好。”李老先生停下脚步，看着周围同样面带疲态的朋友们，他意识到可能真的选错了运动方式。回到家后，李老先生的膝盖疼痛加剧，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已不再适合进行如此高强度的运动。这种身体上的不适让他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更加科学的选择适合自己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锻炼方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李老先生决定减轻锻炼强度，转而尝试太极和一些基础的拉伸运动。这些温和的锻炼方式使他感觉轻松许多，膝盖的疼痛也有所缓解。他开始向公园的朋友们推广这些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在保持活力的同时，确保身体的健康。一段时间后，李老先生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他的呼吸更为平稳，膝盖的疼痛也不再频繁。他意识到，适当的运动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他的转变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为周围的朋友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虽然开始时的尝试带来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最终李老先生通过正确的方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危险运动的隐藏风险。李老先生的经历引发了社区对老年人运动安全的广泛关注。在公园里，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但依然有一部分人固执地坚持使用高风险的锻炼方式，认为这能更快地带来健康效益。其中，有些老人依然选择了晨跑作为日常锻炼。尽管晨跑被广泛认为能增强心肺功能，但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过于激烈的跑步可能对心脏和关节造成严重负担。王大爷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每天清晨都要进行长距离跑步。尽管他多次感到胸口疼痛和膝盖酸痛，但他仍坚持认为这是通往健康的必经之路。另一些老人则选择了引体向上这样的高强度锻炼方式。这种运动对上肢和背部的肌肉要求极高，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脱位。在公园的健身区，常常可以看到几位老人在尝试引体向上。
他们竞相模仿年轻人的训练方式，却不知这对他们脆弱的肌肉和骨骼是一种巨大的风险。此外，还有老人喜欢进行一些高强度的抗阻训练，如举重。举重虽然可以增强肌肉力量，但不恰当的重量选择和频繁的训练很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和肌肉骨骼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公园里的刘伯伯就曾因为使用过重的哑铃而导致肩膀受伤，这个伤病让他停止了所有高强度的活动，转而求助于医生的建议。社区中的医生和物理治疗师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决定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旨在向老年人传授如何安全有效的锻炼。他们在每周的社区会议上强调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的重要性，并教授如何识别不适合老年人的高风险运动。医生们还建议，在进行任何新的或强度较大的锻炼前，老人应先咨询专业人士，确保这些活动不会对其健康造成威胁。通过这些努力，越来越多的社区老人开始放弃了对高风险运动的执着，转而选择了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锻炼方式。他们开始理解，保持身体活力的关键不在于锻炼的强度，而在于锻炼的智慧和适宜性。长寿的真正秘诀。在探讨老年人的锻炼和长寿之间的关系时，医学科普成为了一个关键领域。虽然运动对健康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但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对于减少健康风险和增加生命质量尤为重要。首先，运动的强度需要适合个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心脏、关节和肌肉与年轻人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加强体力而不引起伤害的运动。例如，散步、太极和水中活动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因为这些运动低冲击、低风险，并能有效增强肌肉力量和心肺功能。其次，适宜的锻炼时间同样重要。早晨可能是一天中感觉最清新的时刻，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完全清醒并将身体各系统调整到最佳状态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因此，推荐老年人在早餐后进行锻炼，这时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能量，血糖水平稳定，更有利于进行安全有效的运动。此外，运动前后的准备和恢复活动也不可忽视。适当的热身和拉伸可以预防运动中的伤害，同时帮助身体更好地适应运动的强度。老年人在运动后进行适当的冷却和拉伸，可以减少肌肉疼痛和僵硬，这对于保持运动的持续性和效果至关重要。另外，定期的健康检查也是保障老年人运动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常规的体检，医生可以评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推荐最合适的锻炼方式。最后，教育和信息的普及对于老年人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至关重要。社区和医疗机构应该提供更多关于老年人运动的科普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不同运动方式的利弊，使他们能够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通过上述措施，老年人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还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和健康益处。科学和适宜的锻炼方式才是长寿的真正秘诀。结语：通过李老先生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运动对于延长寿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运动都适合每一个人。老年人在选择运动方式时需要格外小心，避免那些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高风险运动。科学的运动方案应考虑到个体的具体健康状况，结合专业医生的建议，才能确保既安全又有效。